美国30年期国债殖利率已经接近5%，意味着市场正在向政府发出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。我们不相信你能控制通胀。我在投资市场30多年，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，见证过2000年科网泡沫，也熬过了2008年金融海啸。每一次危机之前，都会有一些数据告诉我们暴风雨要来了。而现在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数据异常，而是3个危险信号同时出现：通胀维持在3%以上，失业率开始上升，经济成长预期大幅下调。这3个信号同时出现，有一个专门的名词，就是滞胀。上一次美国出现滞胀是在1970年代，那10年大部分投资者损失惨重，但有一小群人却赚得盆满钵满。黄金从每盎司35美元涨到850美元，涨了约24倍。如果你想知道那些人是怎么做到的，如果你想在下一次财富重新分配中站在赢家那一边，请你现在就按下订阅键，打开小铃铛，因为接下来的时间我会告诉你滞胀到底是什么，它为什么这么可怕，以及最重要的，你应该怎么应对。这可能是你今年看过最重要的一支影片。让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经济数据很奇怪？一方面，市场预期美联储9月降息的几率超过90%，投资者都在期待降息带来的资金宽松；但另一方面，美国的核心通膨率却在3%以上，远超美联储2%的目标。更要命的是，失业率正在悄悄上升，从之前的低点4.0%已经爬升到4.2%。而且专家预测还会继续上升到4.5%，甚至5%。这就像是一个人同时发高烧又发冷颤，这在医学上叫做并发症，是最危险的状况。而在经济学上，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形容这种现象：滞胀。什么是滞胀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经济成长停滞，但物价却持续上涨，同时失业率也在上升。这3个坏消息同时出现，就像是经济的3重打击。想象经济是一台汽车，第一个特征是经济成长停滞，就像汽车的引擎开始熄火，速度越来越慢。美国2025年的 GDP 增长预期已经被美联储下调到1.4%，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。第二个特征是通膨持续上升，就像汽车的油价不断上涨，但你还是得加油才能开车。美国的核心通胀现在是3.1%，而且有粘性，就是降不下来。第3个特征是失业率上升，就像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汽车或者开不起汽车，失业率从4.0%上升到4.2%，而且预期还会继续上升。这3个现象同时出现，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企业因为成本上升而减少投资和招聘，导致失业率上升，失业率上升又会减少消费需求，进一步拖累经济成长。但是由于供给端的问题没有解决，物价还是继续上涨。要理解滞胀的成因，我们需要回到1970年代，当时发生了2次石油危机。1973年，因为赎罪日战争，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石油禁运，国际油价在短时间内飙升了4倍。这就像是全世界的汽车突然都要用更贵的汽油，但汽车的数量和需求并没有减少。这种冲击叫做供给冲击，它和我们平常理解的通胀不一样。平常的通胀是因为需求太旺盛，就像太多人想买同一样东西，价格自然上涨。但供给冲击是因为生产成本突然大幅上升，企业被迫提高价格。现在的情况有什么相似之处吗？首先，能源成本。虽然我们没有像1970年代那样的石油危机，但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，就像中东局势，都在推高能源价格。其次，劳动成本。疫情之后，全球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，很多人改变了工作习惯，劳动参与率下降，这推高了工资成本。第三，供应链成本。全球化的供应链在疫情期间受到重创，重建过程中的成本大幅上升。还有，现在我们还面临逆全球化的趋势。特朗普重新上台后，大幅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，这些关税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。当企业被迫将生产线从低成本国家迁回美国，或者寻找替代供应商时，生产成本必然大幅上升。
这种结构性的成本推升比疫情期间的供应链中断更加持久和深远。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财政政策，美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大量印钞票，发放各种补助，这些钱现在还在经济体系中流动，形成了通胀的基础。现在美联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，如果他们降息，可能会刺激经济成长，减少失业，但也可能让通胀更加严重。如果他们不降息，甚至加息，可能会控制通胀，但也会让经济衰退更加严重，失业率进一步上升。这就像是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同时发高烧又心脏病发作的病人，给退烧药可能会加重心脏负担，给心脏药可能会让发烧更严重。更要命的是，市场已经开始质疑美联储的能力。你看，30年期国债殖利率升到接近5%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投资者不相信美联储能够控制长期通膨，他们要求更高的利率来补偿通胀风险。这种情况下，美联储实际上正在失去对利率的影响力。虽然长期利率本来就是由市场决定的，但通常市场会跟随美联储的政策方向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市场不再相信美联储的政策能够有效控制通膨，所以长期利率开始与美联储的政策预期背道而驰。当市场对政府的财政纪律和央行的货币政策失去信心时，长期利率就会无视央行的政策信号，自行反映市场对未来通膨和风险的担忧。1970年代的美国就经历过这样的噩梦，当时的通胀一度飙升到12%，失业率也超过了7%，而经济成长率却接近0。那10年被称为美国经济的失落10年。1979年，保罗·沃尔克成为美联储主席，他做了一个非常痛苦但必要的决定：大幅加息。联邦基金利率一度升到20%以上，这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，失业率一度超过10%。但是这个痛苦的过程最终成功地打破了通胀预期。到了1980年代中期，美国经济重新回到健康的成长轨道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今天的美联储有没有当年沃尔克的勇气和决心？更重要的是，今天的美国经济和政治环境还能不能承受那样的痛苦调整？我个人的判断是很难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美国政府的债务水平比1970年代高得多，如果利率大幅上升，政府的利息负担会变得不可承受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政府不敢让利率太高，但不高的利率又控制不了通胀，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。或许此刻你感到悲观，但请记住，正如邓普顿所说，最悲观的时刻正是买进的最佳时机。现在或许正是下一个繁荣春天的序幕。在1970年代滞胀期间，有一类资产的表现远远超过了所有其他投资，你猜是什么？是黄金。从1970年到1980年，黄金价格从每盎司35美元涨到850美元，涨幅约24倍。同期，美国股市基本上是原地踏步，债券投资者更是损失惨重。所以在滞胀的环境下，投资策略必须完全改变。为什么黄金在滞胀期间表现这么好？第一，黄金是实物资产，不会因为通胀而贬值，相反的，通胀越高，黄金的价值就越凸显。第二，黄金不依赖任何政府或企业的信用，当人们对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央行的货币政策失去信心时，黄金就成了最后的避风港。第三，黄金的供给是有限的，你不能像印钞票一样印出更多的黄金。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我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日本政府债券的殖利率和黄金价格呈现近乎完美的正相关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全球的投资者都在用黄金来对冲长期通胀的风险。而我从黄金1800多块开始讲要配置黄金，尽管黄金在过去几年已经有了不错的涨幅，但我认为黄金在目前的环境下是最安全的配置。那么股市呢？在滞胀的环境下，我们应该怎么投资股票？首先，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受到同样的影响。哪些股票会受益？第一类是能源股。在成本推升型通胀的环境下，能源公司往往能够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，甚至还能提高利润率。第二类是原物料股，当原物料价格上涨时，这些公司的收入和利润都会大幅增加。第三类是金融股，
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下，银行的净利差会扩大，盈利能力会提高。第4类是价值股，这些公司通常有稳定的现金流和分红，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更受投资者青睐。相反的，哪些股票会受害？第1类是成长股，特别是那些高估值的科技股，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下，这些公司的估值会受到压缩。第2类是长期债券型的股票，比如公用事业股，这些股票的特性类似债券，在利率上升时会下跌。第3类是消费股，特别是非必需消费品，当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时，这些公司的业绩会受到影响。有了周期，行业要选哪一只股票呢？选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你需要有系统性的方法和框架。我用我30多年的投资经验，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选股5部曲。这套方法不只是在牛市有效，在熊市也同样有效。在简单实用、容易掌握的课程中，我会一步步的教你如何找到优质的投资标的。特别是在当前这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，市场的逻辑正在改变。有一套系统性的选股方法是非常重要的，点击下面的资讯栏了解更多。回到这里，我们来谈谈债券。在滞胀的环境下，债券投资是最危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债券的收益是固定的，但通胀会侵蚀这些收益的实际价值。更要命的是，当利率上升时，债券的价格会下跌，特别是长期债券，风险最大。30年期国债现在的殖利率已经接近 5%， 但如果通胀持续在 3% 以上，实际收益率只有 2% 不到。而且如果利率继续上升，债券价格还会进一步下跌。所以在当前的环境下，我建议大家避免长期债券投资。另外，用全球分散投资来降低单一市场风险，投资现在估值还不高的市场，例如港股来分散风险，也要保留一些现金来应对不确定性，在股市回调的时候能够挥棒。当然，具体的配置比例要根据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来调整。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，我们需要记住3个滞胀的关键判断。第一，滞胀的风险正在上升。美国当前的经济数据，核心通胀 3.1%， 失业率上升到 4.2%， GDP 增长预期下调到 1.4%， 这些都是滞胀的前兆。第二，传统的投资逻辑正在失效，在滞胀的环境下，股债配置的传统组合会面临系统性风险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资产配置。第三，这是一次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，就像1970年代一样，大部分投资者会亏钱，但少数有准备的投资者会大幅获利。在这里，我要特别强调风险管理的重要性。滞胀是一个高风险的经济环境，在这种环境下，任何投资都有可能出现大幅波动。所以我们在调整投资组合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。第一，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即使是黄金这样的避险资产，也不应该占你投资组合的全部。分散投资永远是第一原则。第二，定期检视和调整。经济形势在变化，你的投资组合也需要相应调整。不要设定了就不管，千万不要盲目相信股市长期都会涨，做无脑定投，要定期检视和优化。第三，保持情绪稳定。在市场剧烈波动时，情绪管理至关重要。正如俗话说，心乱则行乱，焦躁之人难赢牌局。滞胀虽然是一个挑战，但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。历史告诉我们，经济总是会找到新的平衡点。1970年代的滞胀最终被克服了。1980年代，美国经济重新进入了健康的成长轨道。好消息是， AI 的发展正在大幅度提升生产力，增效降本，有利股市健康发展。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恐慌，而是准备。准备好正确的投资策略，准备好足够的知识和技能，准备好迎接下一个经济周期的到来。记住，真正的机会永远诞生在春天。现在可能是冬天，但春天不会太远。那些在冬天做好准备的人，会在春天收获最丰硕的果实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，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有什么看法？你认为滞胀会在什么时候到来？经济形势瞬息万变，我们需要持续关注和学习。
历史不会重复，但会押韵。了解历史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形势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让更多人了解智障的风险和机会。这样，我们就能一起在这次经济转型中获胜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